大家好，我是 Rosa。今天咱们包饺子不用擀皮，也不剁菜，全程机器操作，特别轻松。我将分享如何用压面机批量做饺子皮，以及怎样可以让肉馅鲜嫩多汁。下面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面粉里加点盐，可以增强面筋的韧性，让饺子皮更筋道，不容易破。大致混合一下，把盐和开。上除湿机之前，拿着面钩快速地搅拌几下，可以提高一会儿机器和面的效率。面团这个时候是比较干硬的，没关系，一会儿醒面它就会变软。今天用压面机做饺子皮，这个面要和得比手工饺子皮硬一些。如果现在就加水，把它揉得太软了，一会儿就没法操作了。面成团就可以，不需要揉光滑。稍微整理一下，把面团包起来，半小时之后再回来揉面。等会儿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要醒面。面团比刚才软了一些，这时候你去揉面就会很轻松，大约揉1分钟，很容易就光滑了。再次醒面，一会儿面团会变得更软。作为一个现代的家庭作坊，剁菜这个活儿也是交给机器的。几秒钟就足够了，时间太长就把白菜打成烂泥了。把边缘没打到的菜整理一下，再打2-3秒。我这个料理杯容积只有1.8升，所有的白菜分3次打。加入一点盐，拌匀。用纱布把水攥干，虽然这样做菜的营养会流失掉一些，但这一步是必须的。等一会儿我给你看不杀水的白菜馅是什么样子的。现在这个肉馅又干又柴，这样做出来的饺子肯定不好吃。打馅儿一定要往肉馅里加水。我们就用刚才挤出来的白菜汁，一边打一边加，等肉馅把水充分吸收了再加下一次，这样肉馅可以吸收更多的水分。我一共加了6汤匙的白菜汁，这样做出来的饺子馅就会很滋润，鲜嫩多汁。把肉馅打上劲儿，让它产生粘性，饺子馅才不会散。加入白菜、香油。如果肉馅比较瘦，再加点植物油。盐我一般分成2份，刚才在肉馅里放了1半的量，剩下的现在放，这样肉和菜都可以入味儿。搅拌缸的底部会有一些没打到的肉馅，抄底把它翻上来，拌匀。暂时不用的面团注意保湿，取其中1份，把它擀成扁长的面片。我们从1档开始，我喜欢6档这个厚度的饺子皮，从1档到6档，不用每个档位都过一遍。1档压完后，直接调到3，然后调到6，饺子皮就压好了。面片的2面都撒上一些干面粉，防粘。找一个直径8厘米左右的圆形模具，我用的是慕斯圈。这一份面团比较小，一般1份面团可以扣出10到15张饺子皮。还有一种扣饺子皮的方法，把2端不够宽的地方切掉，然后折叠，就可以一次扣出很多饺子皮。但是用这种方法，面皮上一定要多撒干面粉，否则折叠后饺子皮会粘在一起，很难分开，而且折叠起来浪费的面皮比较多。所以我更推荐前一种方法。切下来的面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放在一旁松弛，一会儿收集起来揉成面团，重新过压面机，就可以做更多的饺子皮，一点面都不会浪费。每一份面团都是这样过3遍压面机，再一扣，90张饺子皮很快就做好了。
以前我家包饺子，一个人擀，一个人包，擀和包的速度是差不多的。用压面机的话，出皮的速度就远远快于包的速度了，效率提高了不止1倍。用压面机做饺子皮看似不难，但是我自己头2次做的时候相当崩溃，想提高效率还是有点技巧的。同样一份面团，宽度合适的时候能扣10几张饺子皮，但如果面皮过宽或过窄，能扣4、5张出来就不错了。所以擀开面团的这一步很关键，如果擀得太窄，可以这样对折一下，如果擀得太宽，就竖着对折。如果面皮太厚，就会像这样，面筋被拉断了，需要对折重新过机器。虽然都有补救的方法，但是会影响速度。而且如果面团反复的过机器压，最后出来的饺子皮就像买的一样，太光滑了，完全不像手工饺子。我还是喜欢有一点粗糙感的饺子皮。总之，这是个熟练工，多做几次会越来越快的。刚才有2次醒面的步骤，第1次是在刚和完面的时候，面筋还没有形成，所以面团是很硬的，马上就开始揉面的话会特别吃力。我们揉面，让面团从粗糙到光滑，从硬到软，这个过程就是面筋形成的过程。面粉只要遇到水，面粉里的2种蛋白质就会开始结合，生成面筋。只要给面团充分的时间吸收水分，它自己就可以生成面筋。而反复的揉搓可以促进和加快面筋的形成，所以第1次醒面就是让时间替我们来揉面。第1次醒面之后，我们把面团揉光滑，这个时候面筋是紧绷的状态。如果现在开始擀饺子皮，你会发现饺子皮擀不开，一直回缩。第2次醒面，目的是让面筋得到充分的休息，松弛下来。松弛的时间越长，饺子皮就越软。这个是杀过水的白菜馅儿，混合好以后，肉馅儿是滋润且紧实的。我们来看看，如果白菜不杀水，和完馅儿是什么样子。这个白菜我没放盐，切碎后加入了大量的植物油，让油把菜包裹住。这样做，白菜遇到含盐的肉馅儿以后，可以少出一些水。一般的青菜这么处理就可以有效地锁住水分，但是白菜，尤其是菜帮子的部分含水量太高，混合完出了很多水，这个肉馅儿是很抛的，不紧实。这样的馅儿不好包，饺子里塞的馅儿自然会减少。饺子皮大馅儿小，吃的时候馅儿也会散开，不抱团儿，所以白菜一定要杀水。这样就出来了，像一个宇宙飞球。这个懒人饺子你学会了吗？我是 Rosa， 谢谢收看。